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莉莉安，我回来了。大家如果想要字幕的话呢，可以点击右下方的字幕按钮，这里会有自动翻译的英文字幕。那今天这一期视频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做大概多长时间的，我就打算我就随便一直说，一直说，一直说，说到我不想说为止，这样子。所以就是我现在不确定是多长的视频，嗯，但是你看到视频的这一刻，我应该就是已经剪辑好所有东西了。那现在我回家了，我玩了1个月，然后现在我回家了，我的行李箱还在这里，没有收拾。不好意思，我的风扇，我怕那个风声会影响到大家的收听，我一直在调整，但是我又好热。唉，跟大家说，就是在昨天，我们这里刮超级超级大的台风，也不是超级大吧，因为我家这边没有，不是登陆点，没有正面袭击，好像是阳江那边被正面袭击了，好像有17级，好惨哦！看见大家发的帖子都一片狼藉，树又吹垮了。连那种小商铺哦都被吹飞了，就是那种铁皮的商铺哦都被吹飞了，好像风力真的很大。17级确实是非常大，然后因为这个台风它又很特别，它是把最强的风力都留在了风眼那儿，它的外围反而破坏力没有那么强，那所以就是登陆在哪里，哪里就会承受最强的风力。那这次登陆在阳江，阳江我看来好像真的很惨的样子，就真的很惨。我家这边因为没有正面袭击嘛，所以就还好。因为我们这边经常会遭台风刮，所以说只要不是正面袭击最强的风力的话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因为好像15级以下的风对我们这些本地人来说，其实真的不算什么。因为一来我们因为很有经验了，其实15级以下的风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无伤大雅吧。那反正我看见阳江那边真的很惨的样子，然后就是在昨天刮的，昨天下午我们来说的话是下午5点左右就开始狂风暴雨的，我们这边可能有10到12级吧，我感觉那个风11、12级的样子吧，但是树没有吹倒，我觉得可能甚至只有10级左右。昨天下午，其实昨天我已经想录视频了，想和大家聊聊天了。但是昨天我感觉那个天气好像不太好，就那个风啊刮的呼呼的，就声音很大，我又怕影响到收音什么的，我就弄到今天来这样子。嗯，台风咋说呢？我从小到大就经历了很多台风，所以我觉得台风对我来说，就只要不是太大级别，我觉得就无所谓吧。但是好像北方就广东省内陆的大家，广东省以外就内陆的大家们，好像对台风比较新鲜，这种自然灾害对他们来说好像比较罕见。我听到过一个笑话，我小时候听的，就是说是外地来的游客们，刚好是在台风天来的，然后因为他们很新鲜，还特地趁着台风天跑去海边，想感受一下台风的威力，我都笑死了。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真的很危险，朋友们不要做这种事情。台风天外出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无论是大小吧，就它是会有几率把风给吹倒，把那个大树给吹倒的。那万一那个大树又那么不巧的砸在你身上，那这个算谁的？生命安全最重要，朋友们，不要在任何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外出，好吗？因为好像全球各地对这个风的名称好像不一样。台风的话，好像是我们这西太平洋这边会叫台风，东太平洋就北美啊，美洲那边的话好像是叫飓风。那这次的台风17级的台风对应飓风的话，好像是4级的飓风。我也
不太清楚飓风的评级，我是听说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换算。大家经历过什么极端的自然灾害吗？就我本人的话，因为就台风嘛，台风经历的最多了。还有什么？地震的话没有，因为我们这儿不是地震带。我印象比较会有亲身经历的，好像没有，只有我身边的我妈妈。我那时候还在大学读书，我在外地嘛，然后家里是被什么地震影响到？因为我那时候家里是住在很高、很高、很高十几层楼，那就你楼层越高的话，你遇见地震，你就会晃得越厉害嘛。那时候我们家住十几层的话，我忘记是什么地震影响了，难道是汶川那次吗？好像很远的，好像不是，真的忘记了。那时候我还养着我家狗狗，然后我妈妈说那时候刚好是午休，地震，她一打开门，我家狗就往顶楼跑去。其实这样是对的，地震的话你要往楼层高的地方跑，但我妈不懂，然后她又跑去追我的狗，追我们家狗，还不小心把脚给崴了。然后我追上我家狗，要把它抱着，夹在嘎子窝底下，这样夹着，然后一瘸一拐的往楼下走。然后下到一楼还被邻居们笑说：“你抱个保险箱下来呀，你抱个狗下来干嘛？”就那时候就我不在家哦，他就这样形容给我听，就很搞笑。这些就是我经历过的自然灾害吧，真的不多。我家这边其实挺风调雨顺的，我觉得还是祈祷自己不要遇上极端天气吧，不要遇上那种自然灾害，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才是最好的。那大家呢？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自然灾害呀，或者极端的自然天气啊？因为其实我感觉，不知道是近几年还是怎么样，就很奇怪，好像极端的天气和自然灾害好像越来越频繁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？好像是海面的一些问题，什么厄尔尼诺、拉尼娜现象之类的，会导致一些极端天气频发。还有地震带也特别特别活跃。我感觉这像是地球的一种自动保护机制，对，地球在自己保护自己。我感觉它好像受到污染啊，受到一些外来的东西太多了，它就在自己给自己清除垃圾的样子。对了，我最近新买了一副眼镜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可爱，好，咋说好？好。我放不进去了，我戴着耳机。OK，就很书呆子，英文里面是 nerd，很 nerdy，很书呆子。其实我挺喜欢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给人制造一种反差感。比如平时会是书呆子的形象，但是你外出的话是光芒四射、很明艳、很明媚的辣妹的这种感觉，就给人制造一种反差感。而且不是这种黑框眼镜啊，挺好的嘛。你素颜的时候会，其实我素颜时候还好，我感觉我素颜 OK 啊，皮肤很好啊什么的。很多人喜欢戴黑框眼镜，是为了遮黑眼圈啊啥的。其实我平时非必要的话，我是不喜欢戴眼镜的。就我近视的话，也就200多度，其实我觉得不影响我日常生活，就没有至于到时候我不戴眼镜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所以我平时日常不喜欢戴眼镜，不是不太喜欢，我是不喜欢戴眼镜。我觉得戴眼镜好麻烦，好累赘。我个人是一个十分讨厌累赘的人，就比如说我的头发，我都会把它扎上去的。是我今天扎太久了，扎的我脑壳有点疼了，才把它弄下来的。我可能就是那种感官过载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感官过载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会神经特别敏感，
就特别吵杂的声音啊，或者说我的皮肤被什么东西给弄到啊，我的脸上、我的身体上任何东西覆盖着，我就会觉得很难受，就特别容易让我感官过载。那我感官过载会怎么办？我就会发脾气，这个改不了啊。那我只能就从根源切断嘛，让自己不要感官过载。我觉得我回来家里反而有点不太适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床的问题，还是我觉得我在外面睡得很香，睡得很舒服，但是一回家我会做梦，我会做梦，很奇怪，我就睡得不踏实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变得特别的潮湿、闷热，会让我这种身体上的变化会有点不适应。但是其实之前在家我也是这样子的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睡又好像睡不太饱，好奇怪啊！是因为没有做运动，没有晒太阳嘛？因为我在外面的，就在云南和在其他地方的时候，我会经常在外面走动，会晒太阳。但是我昨天试了做了一下运动，我发现自己皮质醇升高了，好容易发脾气。我在想一下解决办法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出去玩比较多。出去玩好啊，出去玩多好啊！有的玩，哎，有的见识新的地方，去新的地方，去见识不同的人，我好开心啊！对着说的好开心，我不是，其实我录视频的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整理出来给大家看。我那时候在香格里拉嘛，就自己租了个电驴电动车，开去纳帕海那边，我就自己一个人骑着电驴在214，214是我们中国一条知名的进藏公路，是一条非常出名的国道。国道就是国家修建的，属于国家级的一个道路。比如我们有高速，高速公路的话就是收费的，然后你要必须在80时速以上行驶。那国道的话，一般会在80时速以下，甚至60、40这些都有。但是国道呢就不收费，然后往下的还有省道、乡道这样子不同的分类。那我们著名的进藏公路除了这个 G214，还有 G318，这些都是，只是214它是在云南这边，贯穿云南这边去进藏。318的话，它是在川藏、四川那边，进藏，就不同的进藏公路。但是318听说是最美的进藏公路，就最美的国道。我也很好奇，我可能下次会和哥哥去尝试一下这条道路。当然是他们在开车，不是我开。他们他们信得过我的车技，我也信不过我自己的车技。就是一回到家会很怀念去玩的时候，但是玩了一个月，我其实有感觉到我自己也有点乏，就每天不停的外出，然后因为这个频道稍微有点起色了，我的一个小时的视频好像突然间被推流了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。记得很早之前我的一个视频底下有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位观众，他给我评论说，我的视频只要 YouTube 他决定认真的给我推流的话，我会获得很大很大的成功。那上次的那个1小时的视频，YouTube 很难得的给我推了一下流，真的收获了很多的观众，新的观众，然后很多的留言，很多的喜爱，所以我觉得，我会坚持继续去发布视频。其实我做这个频道对我来说没有负担的，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说，哦，
你要对着镜头，可能要写脚本啊，要写文案啊，要写这写那儿的，要想这想那儿的选题啊什么的，很麻烦。但是大家也知道我的风格嘛，其实我就是对着镜头，我想说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没有脚本，我也没有选题，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，我只是很随机的去录制一些东西而已。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没有负担的，但是可能对一些不擅长自言自语、不擅长去对话的人来说，可能这是个很麻烦、很麻烦、很麻烦的事情。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输出这么多东西，可能对着镜头他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他需要一个主题，他需要一些脚本，他需要一些题词来帮助他去完成一个视频的录制。那对于我来说，其实我就是很随便在录制我日常生活中会说的一些东西，会发生的一些东西，或者已经发生的东西，我就会讲给大家听。那其实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是没有任何负担的，而且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规定我自己说多长时间，说多少东西，说多长的东西，我就会尽量去给我自己去减少这些负担，让我更好的去输出。因为对，咋说呢？因为我是那种不喜欢条条框框的人，你越给我制定东西，我就越做不出来东西。像我现在这样子，很随机、很随便的 freestyle，就很自由的去创作，我反而能有更多的灵感，会做出更好、更多的东西。就是不能去强迫我，也不能去压迫我。虽然如果有 deadline 有截止日期的那种的话，我会更有动力，更高效。但是其实我不喜欢那样子，就是我性格就是很容易把东西拖到最后的期限，真的是很不好。我也很唾弃自己这一点。但是因为我的性格就是，我发现我每次到极限时间，我都能做得又快又好，我就会每一次都会拖延、拖延、拖延到那个时间点再去动身，会把自己弄得很累。但是我发现这样子任务也能很好的完成，我就会一直不会改进。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优点吧。期限越近，我反而越高效，越有压力，然后越压迫自己。但是我会更喜欢说慢慢悠悠的去把事情完成，很自由、很随性的去把东西给完成。也又扯远了，就其实这个频道对我来说是一个放松的地方，我能够很自由的给大家说话，和大家聊天。说一下我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其实，因为怎么说呢？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。你越来越大，你会发现身边能够说话的人越来越少。你的一些，即使是很好的朋友，你也会有不想说出口的话题，甚至说你的一些很日常的东西，你觉得很没有必要去跟其他人分享。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，你觉得为什么这种东西我都要跟别人说？而且我自己是一个很私密性很强，就很注重自己个人信息、注重保密性的人。我不喜欢透露我自己太多信息给别人，我就会没有办法去把我自己的事情、自己的故事说给其他人听，即使是我的朋友。我都会挑着挑着来说。所以我说这个频道就平时说些我自己日常的生活啊，说些很小很零碎的东西，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留地吧。那刚好大家也喜欢听我说话，也喜欢我的内容，我觉得相辅相成吧。就是我又帮了大家，我也给我自己一个说话的地方。谢谢大家愿意听我讲话，愿意听我讲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，愿意听进去。
很认真的听，甚至是真的很感谢大家。我觉得这样碎碎念真的挺好。你说我这样砍着砍着就有20分钟了，就其实这样子对我是没有任何负担的，我反而很开心能够和大家聊聊天、说说话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你做 YouTube 吧，或者做自媒体的话，其实要选一个你自己能够做下去的一个赛道，一个 niche 嘛。就 niche 的话，在中文里面就是垂直领域，或者说赛道。你可能会发现有些赛道确实是很热门，有很多人喜欢，但是其实你根本做不下去，你做着会很有负担，会很难受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坚持。那做这种自媒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坚持。那你做着一个你自己都坚持不下去的东西，你其实很难去维持你的频道、你的内容的更新。所以我说，无论是你看见有多火、有多能够盈利或者成功几率有多高的都好，你要找一个真正契合自己的，你做起来是没有任何负担的一个赛道、一个垂直领域，这样子才是对自己来说最好的。你要是做一个东西很有负担，你还是别做了吧，你根本坚持不下去，真的根本坚持不下去。其实我有做过其他类型的东西，但是真的如果自己做起来很有负担，还是别做了，这真是我的建议。之前不是 AI 特别火嘛，现在很火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就是用 AI 去做一些批量生成的东西，特别火嘛，就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，很容易，很快速的就能赚钱什么的，巴拉巴拉巴拉。但是你真的上手了之后，你才会发现其实不简单，不容易，很难坚持，还要花钱。就是网络上告诉你什么什么能赚钱，什么什么很火，这些真的你要自己去实践，你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。我告诉你们了，AI 这个东西，要是有人说要你交钱去做，你千万别，100%是骗子，好吗？这个东西，第一，它完全根本就不用交钱去学这种东西，好吗？这个当今的时代，AI 你自己去摸索，自己去上手一下，其实很快就能做出来。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些，我没有买过这些东西，所以不太清楚。但是我觉得你千篇一律吧，你要自己上手去做了，你才知道这个 O 不 OK，合不合适你。我做的是，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是很耗费精力的一件事情。你一个短短的几十分钟的视频，你用 AI 去做，我觉得是很耗费时间、很耗费精力了。我也不知道那些批量的人士，可能他们有一个工作室，他们有自己的团队，那他们觉得很方便，但是我自己我真的觉得是 no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我这样子，我真人出镜，我去在这里砍砍砍砍砍。我反而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说是没有负担的一件事情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那可能就有人觉得说我这种真人出镜这种形式反而会很麻烦，很耗费精力，你还要对稿子啊，不啦不啦不啦的。就千人千面嘛。哈利波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哈利波特。我还是那句，你做每一件事，每个领域其实都有最符合自己的，就要去选择。如果朋友听到我有做 YouTube 嘛，YouTube 频道，然后做博主这样子，他叫我带他，我说这种其实带不了，你要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，你能够坚持的，你也不要管说现在大火的是什么赛道，唯一的两个条件就是你喜欢的，你能坚持的，就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今天讲的东西大家喜不喜欢，就我真的是很随便的，没有剧本的在，没有脚本的在这里看。嗯，
对了，我还想问一下大家，因为我之前粉丝不多的时候，我也问了这个问题，那我现在再问一下，我可能之后再粉丝再多的话，可能再问一下。我想问一下大家究竟，喜欢时长多长的视频呢？就比如说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就40、50、1个小时这样子。因为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是我的视频里面好像是1个小时的视频内容播放量和点击量都比较多，然后 YouTube 的推荐也是着重推荐这几个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1个小时对我来说是会有点长，就不仅是讲起来还是剪起来都会，当然会花费相对来说更多的精力，但是我还是想听一下大家意见。当然，我自己作为一个语言学习者的话，我看见一个法语1小时的 podcast 播客，我可能会点进去，我可能会1个小时。我可能看见这个标题，这个封面，我就会点进去。我先不管他说什么，但是我看见这个1小时的，我就会点进去。那其他的20分钟、30分钟之类的呢？大家会喜欢多长时间的？我觉得好像是1小时，大家点击率会比较高。然后30分钟的话，我觉得好像是30分钟的，然后就会第二高这样子。嗯。我要不要发一个投票在社区里面，就帖子让大家投票一下？其实我是很好奇，当然了，我觉得只是比较好奇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市场。然后，因为我第一个视频里面就有另外一位观众，他给我留言说，因为他是通勤时间听的嘛，那他会更倾向于40到50分钟这样的时间。那其实我发现，就是我有对比其他的频道，各种语言的，不只是中文，有各种语言的这个时长的对比，发现40、50分钟这种其实是点击播放量是相对较少的一个时长。嗯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大家其实更喜欢什么样的时长呢？要么就1个小时，要么是10、20、30这样子。让大家给我一点意见。我确实是好奇，不单只是为了这个频道，就是我本人也是比较好奇这个问题。当然，我自己作为语言学习者，我可能是首选是我会点进去的。第一个是1个小时，第二个可能是看我当下的心情吧。我可能想要快一点的，我可能会选个10分钟，又或者说我很无聊，我可能选20、30分钟的，就是我在休息的间隙，我可能会选择20到30分钟的这样子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呢？对了，忘记说了，我不是我从云南回来，我还去了广州吗？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棒的青旅诶，因为我这真的是我第一次住青旅，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一个私密性，我跟大家说，我是一个非常需要私密性、需要我自己个人空间的一个人。青旅一般就是床位嘛，其实我个人不太能接受。第一，我怕吵到别人；第二，我怕别人吵到我。别人吵到我也没关系，因为我戴耳塞。但是我怕吵到别人，因为我是个很晚睡觉的人，我是夜猫子，我就怕会吵到别人。然后我在广州找到的这个，它居然是单人单间，就超级小，就一个过道和一个床就没有了。但是它是单人间诶，然后又很便宜耶，毕竟是情侣。哇，我真的是，我好像没有录到视频给大家，哦，好可惜哦，真的好可惜。看我什么时候下次去住，我就跟老板谈，因为我挺喜欢那里，我问老板员工说我呃常住有没有优惠什么的，因为我想了一下，我一开始是问月租啊，半月租，但是我想我好像住不了那么久，我平时上去我也没干什么，就看一下朋友啊这样子，那就问一下周租，那可以接受，嗯。可以接受，就我可能什么时候下次去的时候跟大家看一下，就真的很小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住的地方我首选的其实不是大小，大小对我来说还不是首选，干净对我来说干净，有自己的空间，有这两个就足够了，其他的对我来说其实不重要。那这刚好符合。
然后价格又便宜，哇哦，真的是太棒了！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我这是第一次，我这么大个人第一次住青旅，给我印象还好诶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下次可能会再次去尝试一下青旅，就如果我一个人旅游的话，我可能再次尝试一下青旅。床位这个我真的要斟酌一下，因为我首选的话，可能如果它有那种单人间的话，我首选，但是床位的话，我还要斟酌一下。大姐有什么青旅的经验吗？可以给我分享一下？对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的话，我住酒店其实确实挺费钱的。嗯，住青旅省下好大一笔去其他地方玩。大姐有什么旅游就青旅啊，或者一个人旅游这方面的经验，也可以给我说一下。嗯，大家互相分享嘛。好了，那今天我看一下，我现在录的是35分钟了，我不知道剪出来有没有30分钟，大家敬请期待吧。好，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，给大家碎碎念了30多分钟。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你们，真的有在听我自己这样自言自语在碎碎念，我真的好感激。最后我再打一下小广告，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文本就 transcript，有需要核心的词汇、地道的词汇啊，就是我讲的这些 podcast 播客里面的这些单词、生词，就是我整理出来的。然后有拼音、中文和英语翻译这样子，大家有需要的话，没有需要也没关系，因为视频里面其实它就自带着我弄好的自动翻译。大家如果有需要全部文本和生词，就去订阅我的 Patreon 吧，好吧？谢谢大家那么包容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内容，感激，爱你们。哎，这个心好标准哦。哎，不是，不行，这样子吧。哎，对，来比一下。哎，谢谢你们，真的非常感谢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